子给我打电话，说小哥你务必要来一趟。我们家在拆迁的时候拆出一件宝贝来。今天啊正好年前嘛，走亲访友，正好路过，咱过来看一下，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宝贝。小哥，好在这来，今天下这个雪了，还录像吗？这是？不录你行吗？刚录东西啊，行，坐一下啊。这冷的。谢。我可不看。我你抱出来看。行。你这房子是分下来了吗？没下来，不租的呢，租的房子的。哦，房子还没下来。还没下来。这么个东西。这是咱爷爷那会活着还说是有，一直没找着这个东西。这是拆迁的。哦。像咱们以前的老家都喜欢挂画。哎，画不弄，弄下来呗，都和6个年前。哎，一弄，这东西在那墙里，这不拿出来擦了擦。土墙。再早的时候，由于特殊历史原因，有些时候是不都怕坏了吗？特殊历史原因，有些时候就藏到这里边。主要你主要来看看这个东西，真呀假呀，能值多少钱？俺附近有2、3个过来看过，都说不假呀。这是干公园的，我感觉不是假的。那么些年了，一直在家里拿手。它确实有那个后期仿的，但这一个是倒带的。写着还有字儿，大清乾隆庚子年。是吧？看一下。大清乾隆庚子年敬造。我给你讲一下这段话啊。我们经常见过，我曾经收到过几吨是什么呢？写着啊，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比较多，庚子年的块很少。咱比较就是咱们印象比较深刻的，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，60年一甲子，1900年是庚子了。那再往前倒60年，那不就是1840年吗？1840年再往上倒60年，那不是1780年了？这应该就是1780年宫廷造办处御制的，给乾隆爷做的。庚子年造的款非常的少，一看就是宫廷的做工，宫廷用那种锤呀铸造的工艺做出来的非常少。乾隆是1736到1796，也就是说1780正好是乾隆，所以是那个时候做的，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而且这一般内部都有编号，你看我给你找一找，你一定注意，那种带这个弓，看这个地方带着字上都带着字，这都那时候工匠做的一些记号，而且铜质也符合。咱看一下这个佛像画，画短，这个耳坠、项链、臂穿然后宝赠、飘带、持禅定印，然后呢结家福座，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乾隆那时候官造的制式乾隆那时候有个6品佛楼这里边全是这样一种元素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乾隆本朝御制御制就是说官做，你说咱慈禧有官窑吧，这种就叫御制，专门给皇帝做的了。专门给皇帝做。这个得多少钱？不用紧张，你可能觉得刚开始接受不了。那2个都说多的，那几个都说是假的。兄弟，我这个咱不能乱说。你现在卖的话，我立马给你拍钱。我刚吹了钱，也不差这点钱。我花了一成。行，我先放起来了啊。
不管什么事情还得两厢情愿，不能说去骗人、去坑人。那么首先，这就是对文化的一种侮辱。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也是正因为我们民族的这种。我不喝酒，别不好意思，我要没啥家呢，我有2箱酒，我不喝酒，我不喝酒。干嘛呢？没事，知足知道，我是正好从这儿走。您今2个月之前也给我打电话，老大爷，我确实那时候没空。这不好意思事。那你来到这里城市是吧？也不能马上就我不能骂，我真不喝酒。哎，行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喝酒。给老师讲的不能非麻烦点，路远跑了。绝对是知道，我没有那个事，我不喝酒。那不好意思的，你看你不用不好意思，你到时候买的时候找我不就行了？是吧？是。我喜欢的东西，其实那可能就是我最大的支持，是不是？对。你6分，你5分。其实这个非常的珍贵，乾隆御制，那就是说，在一般的咱铜器当中就到头御制，经常说瓷器端阳。那么再一个铜器呢，在古代都叫吉金，吉利的吉，金子的金，就相当于金一样。在古代铜是非常稀缺的，是官方控制铜钱制作钱的材料。所以说呢，这类东西我现在也是特别喜欢，款又少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就是看缘分吧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有了。我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。是也有买这个，也有卖，也有这个黄的鹤招牌、金招牌，这个银招牌，里里外外不用那个，你听我讲，谢谢你。特别这个家家这个海着这边好的，是白你要收拾了，弄送完朋友，我上家收拾，你还在叫上，那就没意思了。这个大掌柜的发了。你俩收拾吧，收拾。那个老店，你咋的？我没个着，都东风了。看见刚才那哥们儿拿那个番红柿子了吗？那个挺合适，那哥们儿没买，一会儿给他拿着。哦，有一小块。具体啥币？多少？行，那就拿着。啥币？整6多钱，市面看着给扫一下。这仿品太多了，仿品太多了，特别是冒充啊这种，特别是仿狮子的。哎，对，番红柿子，大部分都假。那全程录像吗？快起来。好，这样。逛了一大圈，就得着这一个。有很多朋友问我，那番红柿子的太师少保、太师少师啊，2个狮子嘛，一个老狮子，一个小狮子。太师少保就辈辈出大官的意思啊，也代表呢事事如意，画的特别好啊。关键这个也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哈。江西景德镇东风瓷厂出品啊，这个时候就称为厂货，那时候是国有瓷厂，有什么红星瓷厂、东风瓷厂啊，又是等等的吧，就那个时候一个特殊年代的一个产品啊。你看那时候做的多好，这个底又有泥鳅背的感觉啊，非常漂亮，喜气啊！狮子自古就是喜气，所以说那哥们儿估计逛一圈想来，我呢就先下手为强了，先得着再说，也别讲价了，因为啥呢？基本上这个价格能买到，就非常高兴了。有时候东西是看个缘分啊，失去了可能你再找不着了。为什么我经常说结缘？古董是叫结缘呢？
有时候你遇到古董，其实就是一种缘分，因为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了，就是不可再重复的，所以说叫结缘，遇到就拿下。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敦实碗，正规的叫法叫敦实碗，因为它比较敦实啊，装比较矮，所以叫敦实碗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也是个稀有货。我收藏小哥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，你关注我，点赞。打进街来，户户的买卖两边排，也有买的也有卖，也有幌子和招牌，金招牌、银招牌，里里外外挂出